房贷一族拼买房，便宜老公寓别急着买，贷款可能不如预期，未来更难脱手哦。先说结论，买便宜的公寓不一定省钱哦，未来要脱手可能变成更大的问题哦。你不要以为全台公寓都是台北市老公寓，以后会变新房子的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婚前买房该发动共同持有吗？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便宜老公寓真的比较省吗？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公寓入手门槛低到惊人，专家揭露10大残酷现实。最惨房被拆，房贷要照缴。那我简单讲一下内容，就是根据内政部统计资料的显示，2025年 Q2 全国公寓成交平均总价为 1020.3 万。1020.3 啊，6都之中仅台北市跟新北市平均总价会破千万而已，其余4都居在800万以内，其中台中市平均总价为702，桃园611，台南高雄分别只有在566跟473，注意哦，高雄的公寓比台南公寓还要便宜哦，换句话说台南比高雄贵，我也不知道它贵什么。购物的门槛相对低很多所以说如果你不追求电梯大楼的话，你买公寓的价格上正是居住正义啊，相对好入手啊。那他也列出了买公寓要注意的几个地方，就我们之前都提过，我就讲2个比较少被提到的第一，老违建不等于合法老违建不等于合法，老违建是属于什么？就是寄存违建拍照列管或是暂缓拆除的建筑，这个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已经会做记号，你是还没拆而已，你知道吗？你以后可能会必须要拆，所以我会建议你说买之前你要请仲介协助查阅这个物件以前有没有曾经遭受过检举，然后有列到拆除名单里面，避免日后的争议。我跟你说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老屋主被查他吓到有没有？然后吓到以后他也不处理，他马上卖，他要干嘛？他赶快套钱出来就让下一个衰包去接手他的这个可能日后会拆的公寓，是这样子。台北新北也是啊，台北新北那以前就在那个公寓顶加隔套隔得好好的，对不对？然后开始雷厉风行，在那边查，在那边拆，那怎么样？就赶快卖。他不是说赶快恢复原状，他是赶快卖让下一个衰包接手，这样我就卖掉了嘛，我就套到钱了嘛。那之后要拆在你手上爆掉，那你家的事就变成这样。第二，氯离子的浓度可能偏高氯离子浓度偏高的原因有很多种，第一种是天然因素例如当初使用的混凝土原料本身就带有盐分，就是海沙啦。那第二种就是房子老化造成的，例如说长期漏水没处理导致氯离子渗透到钢筋有可能生锈之类。像这种房子你要住，你是可以继续住，只是要整理这个瑕疵就要反映在售价上才对，才合理所以你要会看，你不是说人家一个好像整理过新灿灿的公寓，你去看，你就这样子跟人家买下来，你要去看它有没有瑕疵，会不会影响居住，有的话要怎样，要杀价真的要杀价。另外如果说有这个状况，通常都会记载在不动产说明书上，你要记得跟房仲拿来看现在有品牌的不动产说明书不会跟你乱搞了，真的不敢乱搞，因为后面的诉讼成本极端的高。当然也有一些还在乱搞嘛，那你就把它跳过嘛。再来你要知道，老公寓不一定能贷款8成银行其实不喜欢老公寓，你知道吗？我应该更精准的说，银行不喜欢台北市以外的老公寓，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老公寓有风险为什么？银行会怕万一你缴不出来，他要把这个房子拍卖的时候，这个房子不知道卖不卖得掉台北市就无敌嘛。你一个我乱讲嘉义的公寓，哇嘞，这个就要慢慢拍了例如说你买的时候，这房子屋龄40年，然后他贷款给你30年，你地段好还是可以的结果你缴到第20年的时候缴不出来了或是没人去缴了，那银行就把这间屋龄40加20 60年的老公寓卖掉。你觉得60年老公寓会好卖吗？市场接受度就被打一个问号。当然你台北就没差，台北的公寓或许甚至有可能它屋龄不会到60就变新房子就都更了。那你其他地方你要都更，我乱讲彰化的公寓你要都更，干不可怜，你就慢慢等吧。当然我也不是说银行完全不做老公寓，而是你很有可能你拿到就是不那么满意的条件。例如说你买公寓500万预期你就是抓100万头期款，首购8成嘛，然后最后银行也是给你8成，可是银行看一看没塞，他建价给你建400，所以你只能贷款只能贷到320，那你要拿出来的钱你原本预期你就是100万就要上了，结果他现在我靠
啊，一来一往180哦，既然要拿180万出来，那你就会想哦，我靠，180我也不是拿不出来，但是如果是180，我干嘛不再加个20？加20很简单啊，我就可以去单挑1000万的电梯大楼啊，2房电梯大楼啊，就有电梯了呢。所以老公寓的尴尬就在这边，就卡在这里。最后你要知道，与其买公寓，不如买电梯大楼哦。这我要先讲一下前提哦。我知道这种讲法出来，底下那个留言又要骂了。你那大楼土地才多少，白痴还买大楼，又要管理费哦，公寓什么都不用哦。所以我先讲一下前提。我现在讲的范围不包含台北哦。台北市的公寓买卖数量还是非常惊人的，而且那个总价还是非常夸张。你看整个民生社区哦，所以你要买台北的公寓，我个人认为 OK 啊。哦，我来讨论的是，如果你买的是非台北的公寓会发生的情况。爬楼梯是很辛苦，这个我就不讲了，大家都爬过，大家都知道。我讲2个比较少人提的。第一，公设修缮无底洞。公寓怎样？公寓没有管委会呢，大家是门关起来过自己的日子呢。或是要看哪个比较有热心的邻居愿意处理的，就只能这样，洗水塔、洗楼梯大概就是这样热心群众啊，大家不热心，或是房子都交给儿子女儿，你看看会变成怎么样？放给他烂呢？有可能遇到的状况就是楼梯间的电灯坏掉没有人修，外墙瓷砖掉下来没有人修，或顶楼漏水要一家一家去敲门去凑钱，邻居就不理你，他人就在里面，他就是不开门你也拿他没办法，就会变成这样因为那个邻居他看到那个每次来邻居看邻居，结果每次这个邻居敲我的门，我门一开我就要付钱，我没给，我没送，而且有些老人脾气很奇怪反正就冥顽不灵了，他就觉得说房子这样也能住，干嘛要额外花钱，乱七八糟，然后居住品质越来越差。第二点，转手越来越难，超难的以前大家买公寓是因为那个时候电梯大楼相对少，而且贵，而且那时候公寓的屋龄才30那你不要忘了电梯大楼到现在台湾已经盖多少了？如果你愿意看比较旧一点的电梯大楼，它其实价格真是略高于公寓一点点而已那如果你是买方，你会不会想说，你看就我刚刚的提到的那个状况嘛，哇嘞，这个公寓买起来头期款弄一弄快200，那我就直接去看电梯大楼就好，还有电梯嘞。此时就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当初你买40年公寓你买的时候你觉得便宜，你买了，10年后你要买方一看50年公寓又没电梯，银行一看买方怎么会拿一个50年55年的公寓来跟我贷款，我他妈我这个要怎么贷所以条件都会很差你说那也行啊，那我公寓我放着收租就好啦，租客会挑呢一样的租金，那看能不能是2楼3楼你其实你弄得很漂亮，可是你要爬楼梯到5楼就是硬伤，也就是说公寓会越来越不吃香。那我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预算有限与其你买一间总价500万的30年老公寓，我真的是建议去700-800万的中古电梯大楼了不要说不可能这个价位的电梯大楼高雄都还有市中心都还有，那你多出来的200-300万你用30年房贷去谈这是一个月几千块，但你换来的是生活品质提升你不用爬楼梯跟什么？跟我个人认为这点还比较重要，叫未来好脱手未来好脱手。当然你打定主意，你就是买一间非台北非新北的公寓，然后你就说我就是要等都更，我这辈子等不到没关系，我儿子女儿等得到就好，那也行那随便你。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讲了买便宜老公寓真的有比较省吗？我们先讨论了买便宜老公寓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风险，还有无法避开的2大问题。第一个是修缮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是未来转手会越来越困难结论就是老公寓的便宜很多时候是有代价的你可能在其他地方把钱是省下来了没有错，可是日后要修要换安诺都安诺整个吐回去。所以与其压低预算去买老公寓，不如稍微拉高预算去看中古电梯大楼。比方说30年内的中古电梯大楼，你是觉得它屋龄30很老，你真的现场去看你也觉得还好，这个电梯也算干净，然后也头好壮壮，然后有在管理也没有谁乱蹲东西，那你就是换到更好的脱手的流动性跟生活品质不爬楼梯的。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几年以上的公寓就真的没办法碰的A 40年以上就很老了B 50年就不贷款了 C 对你来说没有差，反正你都现金买。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
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果有雷同那就雷同。这次我们要讲的是阿哲的故事。阿哲跟女朋友交往好多年了，2个人都觉得差不多要结婚要买房了。那阿哲一开始想的很简单，就是买公寓就好了，因为他们老家住透天他爬上爬下他早就习惯。那他也觉得说可以把省下来的钱拿去装潢啊电梯大楼一坪要多出几十万，那一间算下来就差到300-400万。你看这个300-400万拿去做什么不好？所以他也去看了几间，看到一间他超喜欢，价格也合理，本来都想好要怎么装潢客厅要放什么沙发，厨房要怎么改，他都在规划了。但没想到他要下定的前几天，就跟他的一个朋友吃饭，叫阿凯2个人就聊到房地产的事情。阿凯就跟他说他最近买一个老公寓差点被害惨。阿哲就问他说怎样他说这间公寓他本来都看好，头期款也好了，然后真的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银行给他的建价跟卖方的开价整整少100万。因为卖方说没有啊，我有装潢啊，我可以开这个价然后银行说这不行，你这风险太大，他建价就建不了那么高。可是合约都签只能想办法去凑钱幸好最后有凑到，但他就觉得很扯啊，就后面打听才知道说他的那间房子的地段是还好，是蛮普通的屋龄又比较高，银行的建价就低很多。阿哲就想说哇，还有这种事情他觉得自己要买的那间房子本来就觉得说开价多少，签约多少那用签约价去申请都有80%怎么好像不是这样？所以等聚餐结束以后，阿哲就找时间打电话给几间认识的银行，请他们大概先估价。没想到他真的遇到跟阿凯一样的状况，银行给的建价说没有，你这成交价不行啊他那个银行朋友就说不行啊，那哪有这个价？那建价不可能那么高，也就是说你要多准备一点，你不能够是这个成交多少，你只准备2成你就要买了差了多少？差了大概70-80万。所以他就跑来赖我，问我说这样还能不能买？那我是建议他说你都这个钱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电梯大楼屋龄又低对比那个超过30年40年的公寓来说，屋龄又比较轻，20几年而已未来脱手是真的很好脱手。那他是跟我说他要想想，因为他本来的画面是说他就是不要花那么多钱来在房子上。为什么？他要把房子拿去股票市场里面去跟台积电输赢，看看能不能说这个房贷就是台积电帮他还了这样。所以他要想过几个礼拜他有回来密我他就说他想通了，他本来觉得说反正省下来的钱可以拿去投资觉得说这样子才是个聪明的做法但是如果没有赚回来的话，他现在想一想就是那我手上就是有一间超难脱手的老公寓，对所以好像不应该这样子去赌所以他最后还是选了电梯大楼然后他的另一半也能接受就有电梯不错虽然比较贵，空间比较小，但是他未来就是好脱手，而且他自己住的也会比较爽。